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糖果，这是本频道的第一个节目。今天我给大家介绍2019年华语电影 TOP 10。我综合个人的喜好以及百度、豆瓣等网络平台的评分，选择了10家。如果和你心中的10家大抵一致，十分荣幸。如果有些属出入，欢迎我们进一步交流。首先，我给大家介绍国漫片。2019年是国漫又崛起的一年。第一部是《白蛇缘起》，这是追光动画继小门神后的又一部佳作，由《白蛇传》的故事改编而成，讲述白素贞在500年前与许仙的前身许宣之间一段纯粹而美好的爱情故事。剧情方面张弛有度，对观众非常友好，技术上精湛无比，可以说是国漫最高水平的代表了。画风上古色古香，片头还有墨水画，极具中国风。总之，论视觉美感最佳，我推荐这部。第二部是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，该片改编自中国神话故事，讲述了哪吒虽生而为魔，却逆天而行，转恶为善的成长经历的故事。看到海报和预告片，我的第一反应是哪吒太丑了，再一看是国漫，看的欲望就不太强了，觉得丑不想看就对了。因为本片讲的就是打破偏见。这部影片剧情饱满，剧本层面完成度极高，有喜剧元素又有主题深度，技术上也是很不错的，仍是一场视觉盛宴。第三部《罗小黑战记》，这是一部简笔画风格又带点日式动漫味道的国漫，角色和氛围都很舒服，故事简洁，节奏却好。这是一部老少皆宜的动画，同时还传递出人的好坏不取决于立场是否相同，而在于他心中的价值观，这样的一个主题实属不错。接下来是2部史诗片，第一部是《攀登者》，这是一部由吴京、章子怡、张译等大演员主演的剧情冒险电影。影片以1960年与1975年中国登山队2次登顶珠峰的事迹为背景，讲述了中国登山者怀揣着最纯粹的爱国梦想，面对生与死的挑战，不辱使命，克服千难万险，最终集结于珠峰的故事，非常值得生活在科技进步、和平年代的我们观看。第二部是我和我的祖国，该片强大的导演和演员阵容是该剧的亮点，其次是情怀，以小人物的角度讲述了祖国成立70年间的7件大事，从而展示出普通百姓与国家相互依存的关系，而这表达出了大情怀，这应该是目前最好的献礼片。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4部剧情片，第一部是地久天长。影片看似讲述患难与共的2个家庭因为一场有隐患的意外被迫疏远，他们在时代洪流下历尽伤痛与不安，人生起伏跌宕，最终选择面对，实则将民族历史和隐伤埋于几个家庭的故事之下，讲述着中国现代那段不得不说的历史。个人的命运被大时代碾压后留下的伤痛被诠释得淋漓尽致。第二部是过青春，该片讲述了16岁少女佩佩为完成和闺蜜一起去日本看雪的约定，从而冒险走上水科道路的独特经历。这是一部国产青春片，硬核的却像是惊心动魄的警匪片，剧情的完成度、质感同青春发生耦合的触点都显得很高级，特别是多个片段把年少的情欲表达的高级又节制，这是国产青春片史无前例的。第三部是《少年的你》，本片讲述了高考背景下的校园霸凌的2个少年互相守护的故事。影片本身直击青春的痛苦和无奈，比如压力大到令人窒息的高考，比如校园霸凌，同时还努力引发观众的关注与思考，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如何避免重演。本片以青春题材对现实中的中国少年表达出了一份现实的关怀，这是实属难得。第4部谁先爱上他的，这部台湾华语电影讲述了2男相爱后，其中一人却与一个女人行婚生子的悲情故事。电影题材大胆而蕴含深意，涉及道德、伦理、同性恋、传统家庭等问题，探讨了很多内地华语影片不敢说的内容。影片中的几个人物最后用爱化解并战胜了歧视与偏见，传递出的信息值得我们深思。最后我给大家介绍一部科幻片《流浪地球》，
这部电影被称为打开了中国科幻片的大门，虽然与最好的好莱坞大片相比还有差距，但完成度和起点相当高。片中的小兵扛大旗的主流价值观人设，东方式的家庭理念核心，地心引力与星际穿越的融合，引起了最广泛的情感共鸣。这是一部不容错过的科幻大片。2019年的华语电影市场是包容的，它不再是喜剧电影的天下，各种类型百花齐放，而且质量也有目共睹。但是2019年的华语电影也是有些许遗憾，有些好的电影，比如1秒钟、800等等，还没能和我们见面。希望未来我们能看到更多这样的好电影。好啦，今天就介绍到这里，欢迎留言讨论，喜欢可以点赞、订阅哦。